新来的？你长得很好看啊！她是不是那个给你仙药的仙女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阿贵婶，李大婶，这桩婚事我说了算。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除了刘亦菲、李现等几名主演之外，鱼苗村的群像之一阿贵婶也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出场的时候就特别吸睛，扎着花色头巾，身着咖啡色的外衣，还套着一件胸前有花点缀的绒布红马甲，手上套着蓝白花格子的袖套，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当时她正在给有风小院的花卉浇水，看见许红豆走出房间，立刻热情地和她打招呼：“你是新来的该？”是，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马爷，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那大嗓门和热络劲儿一下子就把小院的气氛给炒热乎了。和许红豆聊天的时候，阿贵婶那强势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说话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根本不给别人插话的机会。而且她还特别爱听漂亮话，许红豆稍微夸她两句，她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脸上的得意劲儿都快溢出来了，那点小虚荣也表现得十分可爱。这个院子1/3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房东太太哦，怪不得啊，讲话这么体面。房东太太，哎呦，第一次听说，哎呀，不过很洋气，很洋气，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还体面。哎呀，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好，阿贵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阿贵婶独特的口音？她是这部剧中唯一一个讲了一口地道马普的角色，跟剧情非常贴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所谓马普，就是昆明口音的普通话。在大理，如果你说普通话的时候口音不正，或者掺杂着其他地方的方言土语，人家就会说你讲的是马普。马普这个方言词在大理地区流行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并不是大理土生土长的方言词汇，它是从昆明那边流传过来的。昆明有个地方叫马街，那里人说的普通话就简称为马普，后来被广泛的运用到普通话不标准的云南人身上。不过也难怪，阿贵婶的扮演者杨坤老师本身就是昆明人，在拍摄去有风的地方期间，他骄傲地称自己为云南土著，如今看来所言非虚。从阿贵婶的语言中能感受到他对村子里的大小事物都了如指掌，妥妥的万事通，仿佛整个云苗村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初次见面，阿贵婶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风风火火、个性十足的大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云苗村里的包打听，有风剧中的情报中心主任，心直口快的阿贵婶。因为有风剧中的人物之间故事线是有交错的，如果大家看到重复的部分，还请多多见谅。如果有遗漏的情节，欢迎大家补充。接下来让我们3连打卡，启程云苗村。在阿贵婶的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自来熟。她第2次出场的时候，遇上了极少走出房间的大麦，阿贵婶的热情直接把大麦吓得够呛，大麦最后还被阿贵婶直接拉出了门。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来了以后，天天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见人。你看那个脸色，一点气色都没有。你要出去走一走的。走，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哎呀，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佳慧，等我个，乖，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做，一学就会了，很简单。随后阿贵婶便带着许红豆和大麦来到了宝平婶家里，此时的宝平婶正在忙着做乳扇，阿贵婶二话不说就直接洗手去了。这里有个小细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阿贵婶在洗手的时候还特意把手上的2个手镯都摘了下来，真的是很生活化的呈现了。之后阿贵婶拉着许红豆一起做鲜花饼，这一幕让人不禁梦回20年前的《仙剑奇侠传》，当时的他们就是因为仙剑结缘，这么多年过去了，岁月不曾消减他们的缘分，却让他们都步入了属于各自不同的人生。阿贵婶的扮演者杨坤老师在剧集播出的时候还特意发了微博，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经过了大家的一顿忙活，鲜花饼终于出炉了。这个时候阿贵婶的小虚荣心又表现出来了。你家这个烤箱不行，一看就是便宜货，功率太小。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
不对，下次啊到我家去做，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功率大，哎呀，功能还齐全。你说说小西给你买的什么不好？本来嘛，刚好吃。好吃。平时除了打扫有风小院之外，阿贵婶还会经常跑到电商仓库找她的老闺蜜凤仪，他俩的情谊在剧中也是一大看点。阿贵婶性格直爽，说话心直口快，有时候难免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而凤仪心思细腻，性格内敛，很多事情都藏在心里。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凑在一起，就像火星撞地球，时不时的就会擦出火花。以前呐，在皇宫里边，皇帝才有这个待遇。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怕中毒。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你这么一讲，好像对的。关于谢知远离家出走的事情，阿贵婶发表了她自己的见解。阿瑶这个就不对了，也不去找找他弟弟。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分不清好坏的，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哎呀，完蛋了。一开始嘛，小偷小摸，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此时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可能会间接伤害到凤仪。从后面的剧情我们可以知道，凤仪的儿子就是因为犯了一些错误，已经被抓进去了。此处镜头特地给了凤仪一个特写，暗示他心中情绪的波动。可是阿贵婶呢，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还提高了嗓门。他阿爸舍不得打，送回老家，他哥哥呢，也不管他，由着他去。我的意思啊，找回来，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先把腿打断，看他听不听话。而仓库的经理谢小春很有眼力的看出了凤仪此时脸色有点难堪，立刻给阿贵婶安排了点工作，这才转移了她的注意力。虽然这件事暂时得以平息，但是也在凤仪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在这几个镜头里，凤仪并没有台词，却用眼神和肢体动作把人物的心理变化诠释得十分到位。等到咱们解说凤仪的故事线时再展开聊。谢知远的糗事在村子里意外传开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了古城的火锅店打工。村里的3位阿婶还是替谢知远的事情担心，当天晚上就来到了有风小院找谢之遥谈心。许红豆给他们泡了茶，因为许红豆长相年轻，就引发了阿贵婶的表达欲。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上苍山去采菌子，要到洱海去打鱼，风吹日晒的，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所以呢皮下都老。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也是30了，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你长得跟她很像。因为阿贵婶下午的不当言论，此时的凤仪还在气头上，板着一张脸显得非常严肃。借着宝平婶给许红豆看手相的功夫，阿贵婶又把自己的儿子一顿夸。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说大洋是状元之才，果然现在很争气。这场戏又一次强化了阿贵婶喜欢把儿女挂在嘴边炫耀的特点。换完了灯泡的谢之遥终于来了，3个阿婶试图劝说谢之遥出去把弟弟谢知远找回来，因为这件事村子里已经有了很多的风言风语，而阿贵婶是这么主张的：你还是要出去找，实在找不着就报警，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阿奶还不让打呢。阿奶不让打。那个阿奶可偏心了。哎呀，也对啊，阿奶嘛年纪大了，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是不能打。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要去找。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谢知远所有的动向早就在谢之遥的掌握之中了。为了大局考虑，谢之遥并没有说出真相，虚心的接受了3个阿婶的说教之后，才把他们都送走。阿贵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总能用一些朴实无华的话点醒剧中那些陷入迷茫的人。就像马爷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抓住过不少风口，赚得盆满钵满，可是最后却在共享经济上栽了大跟头，赔得一无所有，只能心灰意冷地躲到有风小院，整日打坐禅修品茶，看似已经看破红尘了，实则内心依旧纠结挣扎。这一天，阿贵婶如往常一样来小院打扫，她亲切地和小院里的猫咪佳慧打招呼，正巧吵到了还没有静下心来打坐的马爷。马爷有些许烦躁地睁开了眼，而这一幕恰巧又被阿贵婶发现了。哎呦，不得了了，
你已经练成睁眼打坐了吗？马爷，修仙要成功了。为了缓解尴尬，马爷主动邀请阿贵婶喝茶，阿贵婶欣然答应了，还顺便拉上了许红豆一起。在马爷泡茶的功夫，阿贵婶又八卦起了许红豆在有风小馆做义工的事情，还顺便讽刺了一下马爷。帮忙啊！哎，不过也好，人嘛总是要找点事情做的嘛。哎，懒惰就是病。马爷试图岔开话题，让大家品茶，可是阿贵婶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味道不错，不过嘛，不就是个茶味嘛。”这看似简单随意的一句话，却让马爷听出了大有乾坤。这句茶嘛，不就是个茶味，和唐朝禅宗大师清源行思所说的“看山仍是山，看水还是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马爷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最初的狂妄到失意后的意难平，再到如今的隐士自省，正好对应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是山，看水还是水的三重境界。阿贵婶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在无意间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让马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之后阿贵婶又接着说：“人吃五谷杂粮，打嗝放屁磨牙，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活，一辈子都闲不下来。上边要孝顺老人，下边要养育娃娃，辛苦得很。除非你死了埋在土里，哎，那个倒是真的休息了。可对，我们村里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啊，娃娃都上初中了，谁会整天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能养活家里人吗？”这段台词充满了乡土生活的烟火气，既展现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生存逻辑，也折射出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价值认知。这种观念源于农耕文明中靠天吃饭、靠手生存的现实。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存在的意义。在乡村语境中，整天坐着被视为脱离生存正轨，与村里同年纪的人娃娃都上初中了的生活节奏对比，凸显劳动作为社会规范的强制性。这段话里没有抽象的理想，只聚焦吃饭、养家人等生存刚需，体现典型的乡土务实主义。这种观念排斥脱离现实的诗和远方，认为打坐无法解决生计问题，唯有脚踏实地的劳作才是正经事。阿贵婶的观念未必是落后，而是乡土社会中一代代人在现实重压下形成的生存智慧。其精神内核中的坚韧与责任，也恰恰是许红豆需要重新理解的生命本质。这番话让马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必须重新振作起来。许红豆听到阿贵婶这么说，忍不住插了一句，他说：“只要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还是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阿贵婶却马上反驳道：“自由这个事情啊，除非你是孤儿，你是可以选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但凡你要是有家里人，你就要替家里人想。你闲着，他们就不能闲着；你坐在那里，他们的腿就要勤快些。哎呀，你们外边的人啊，就爱说只要不犯法，自由最好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要问你们了，你在外边肚子饿了呢，外边谁会管你们啊？你的阿爸阿妈年纪大了生了病，你自己有个什么三灾五难，可是都需要钱。哎呀，就是没钱啊，怎么办？现实去要饭都来不及了。阿贵婶的这段台词进一步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中自由与责任的现实博弈。在传统理论中，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是具有对立性的。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需要以切断亲情羁绊为代价，而普通人因为背负血缘责任，必然要在选择中让渡部分自由。在阿贵婶看来，脱离经济保障的自由只是空谈。当疾病、贫困等问题出现时，没钱连要饭都来不及，直接戳破了理想主义自由的虚幻性。阿贵婶并非反对自由，而是用乡土社会
的生存逻辑提醒许红豆，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权利，而是需要以承担责任和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前提的。这段台词以粗粝的生活质感揭示了一个底层逻辑：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生存坐标里，自由是奢侈品，责任才是通行证。而普通人的精神力量，正是源自于这种现实约束中依然奋力前行的勇气。这番话不仅让马爷陷入了沉思，也让许红豆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阿贵婶的这些话看似是在说马爷，实则也是在提醒许红豆，生活不是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责任和担当。马爷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又搬出了28定律，说很多事情苦心经营，最后也是一场空，何必瞎折腾呢？阿贵婶听完哈哈大笑，人这一辈子啊，光着屁股哭着来，两手空空哭着走，很辛苦的。哎，你不能因为反正是要死的，你就不活了吗？除了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钱，吃喝拉撒睡什么不要，你还坐得住吗？既然你坐不住，那么你就出去打工嘛。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呢？这一番话直接戳中了马爷的内心，让他彻底醒悟。在阿贵婶的开导下，马爷重新找回了前进的勇气。阿贵婶的人生智慧不仅点醒了马爷，也影响了小院里的许红豆和大麦。他就像一位生活导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朴实的话语，告诉大家生活的真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各种烦恼和迷茫所困扰，而阿贵婶的这些话就像是一股清泉，流淌进人们的心田，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人生的意义。它让我们明白，生活虽然充满了艰辛，但也有着无尽的美好。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就选择逃避，而是要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马爷重新振作了起来，再一次尝试开始创业，并且积极的在云苗村收集大家对茶饮的意见。这一天，马爷在有风小院找许红豆和大麦品鉴新品，顺便叫上了阿贵婶一起试喝。马爷特意为他做了一杯限量款的茶饮，非常骄傲地递给了阿贵婶。阿贵婶一饮而尽，但是一听说茶饮高昂的价格，她立刻眼睛瞪得像铜铃。30块左右。30，就这么一小杯啊？别，您喝的这是限量款，这要是卖的话，绝不止30。马爷，你呢？不用卖奶茶了，你直接到街上去抢，来钱更快啊！我辛辛苦苦，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打死我都不会喝。很显然，马爷的茶饮定价超出了阿贵婶的认知，他对马爷是一脸的震惊。对于阿贵婶来说，自己买点牛奶在家用红茶煮一煮，也是可以做出奶茶的。他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是不会上这种当的。可是当他听到许红豆说每种生意都有自己的消费群体之后，阿贵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给马爷输出了一波正向的情绪价值。红豆讲得对，我这个人啊，是不是太讨人嫌了？你看看，人家马爷30块钱一杯的奶茶，免费叫我喝，我还说难听的话，我不好啊，马爷。不值一提。以后啊，我要学那个八哥，见面我就恭喜发财，好喝好喝。马爷呢，却让阿贵婶一定要保持自我，因为正是他身上的那种诚恳，才让马爷对他格外的青睐。阿贵婶听了马爷的话，不好意思的笑了。此处阿贵婶的回应，并非是因为害羞而否认赞美，更多的是用乡土式的幽默化解被关注下的不适，同时维持自己精明泼辣的人设，其中隐含轻微的羞涩，是传统女性面对直白情感时的本能反应。但这种情绪被她用更习惯的调侃模式所覆盖，形成了嘴上嫌弃，实则受用的反差感。这种反应既符合他的人设，也推动了剧中人物关系的温情化发展，展现了乡土社会中普通人在情感表达上的含蓄与可爱。在马爷的创业过程中，遭遇到了资金方面的阻碍，进退两难的他又在小院里打起了坐，静静的等待阿贵婶这个精神导师的出现。不知道过了多久，阿贵婶终于哼着小曲走进了有风小院，看到又在打坐的马爷，阿贵婶忍不住向他发问 ：“Hello 哈，哎呦，刚刚
勤快了2天，怎么又坐下来了？还睁着个眼睛吓人啊！看着我笑什么？我就是在等您。等我？等我干什么？我有些事情想请教您。又来了！我跟你讲了，你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毕业的老阿妈，我能帮你什么？在马爷的心中，阿贵婶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急忙把阿贵婶请了上来，把关于创业方面的困难向阿贵婶请教。马爷说出了自己心底的顾虑，但是很快便被阿贵婶给点破了。你讲的这些话，不是废话吗？啊？你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已经在创业了。你既然在创业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创业？这是废话。于是马爷调整了自己的问题，但还是被阿贵婶贴脸解构。阿贵婶给了马爷很直接的人生建议。我就问你啊，你自己的心倒是清净了，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家。想替父母着想，一定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个懂？接着聊到站在父母的角度想问题，阿贵婶也聊起了自己家里的2个孩子，他们远在青岛工作，平日里都是报喜不报忧，哪怕是生了大病也不敢轻易告诉家里，这让阿贵婶很心痛。她觉得自己和子女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随后话题又绕回到了马爷的身上，阿贵婶做了最后的总结：有什么事情你不要一个人看着，要跟家里人，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这番话体现了他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中大家长的典型思想状态，既有对人际连接的朴素认知，也暗含了对现代个体困境的本能回应。作为村里的长辈，阿贵婶的话语自带人生经验的权威性。他认为沟通解决问题是颠扑不破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源于他长期在乡土社会中处理人际矛盾的实践，因此他的劝告不仅是关心，更是在用自己的生存哲学对他人进行规训，希望对方遵循他认为正确的生活逻辑。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马爷的独自扛事可能象征着现代年轻人的情感疏离，比如说报喜不报忧，习惯自我消化压力。而阿贵婶的劝告本质是用乡土社会的关系思维对抗这种孤独化的趋势，希望通过家庭沟通消解他人的压力，也在重申自己坚信的共生生存法则。马爷也在阿贵婶的谆谆教导之下彻底醒悟了过来。随着剧情的推进，阿贵婶强势可爱背后的孤独也逐渐展现在观众眼前。她虽然常常在别人面前炫耀儿女的孝顺，可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有一次，儿子大洋打电话邀请阿贵婶去青岛，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她满心欢喜的准备，精心挑选菌子、晒干、打包，一心想着让孩子尝尝家乡的味道。为了填补有丰小院打扫岗位的空缺，阿贵婶还提前把工作交接给了凤仪。为了表达自己的好意，阿贵婶给所有人都发了1包菌子，而给凤仪的是2包，说明阿贵婶对凤仪是有特别照顾的。而凤仪此时的脸色却变得很难看，表面上看是被阿贵婶对子女的炫耀给刺激到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里编剧给埋了个小伏笔，故意没有说明，大家记住，后面会回收这个伏笔。凤仪借口说自己家里不吃菌子，把阿贵婶的好意送给了仓库里的月月和楚楚。随后，阿贵婶去有丰小院找了许红豆，送完菌子之后，又聊起了大洋和小西的情况，说他们对自己特别孝顺，常常给自己打电话。阿贵婶还顺便问了许红豆给家里打电话的频率，许红豆说自己隔几天才打1次，主要是也没什么事儿。而阿贵婶却是这么说的：忙的时候嘛没时间打，不忙的时候也不打，那你什么时间打啊？非要到出了什么事情再打，太生疏了嘛。
关于自己能够参加村里宣传片的拍摄，阿贵婶是相当自豪的。作为一个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阿婶，这种体验是从来没有过的。她当下的心理状态既带着乡土社会的淳朴底色，又隐含着普通人对被看见、被认可的普遍渴望，让阿贵婶的形象从唠叨的村妇升华为有血有肉、渴望发光的个体，也让剧情对乡村人物的刻画更具人性温度。阿贵婶对于自己要前往青岛的那种兴奋和期待，就像是即将奔赴一场盛大的团圆盛宴，每个动作都饱含着对子女的思念与爱意。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院的住客们因为没有把菌子炒熟，导致了集体食物中毒。阿贵婶知道了之后，也心存愧疚的来到小院，拉着刚回来的马爷给食物中毒的租客们做饭。阿贵婶一直强调，采来的菌子都没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煮熟才导致意外发生的。嘴上说自己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行为上却处处体现着自己的在意。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放下，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切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哎呀，没那么严重，阿贵婶儿，真的，没人怪您。我知道，要洗干净的。借这个机会，阿贵婶也询问了马爷回去之后和父母沟通的情况，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阿贵婶欣慰地笑了。天下的父母啊，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阿贵婶儿，要不说您是高人呐。不要夸我。之后，在给自己丈夫泽清阿伯送饭的时候，阿贵婶又一次提到了食物中毒的事件，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她对这件事情的担心。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阿贵婶儿特意交代泽清阿伯，到了青岛不要提这件事情，免得大洋和小西担心。就在他一切准备就绪，满心欢喜将要出发的时候，儿子大洋的一通电话瞬间打破了他美好的憧憬。大洋说自己要出差，所以让他暂时别来了。而同在青岛的小西也没有任何表示，就这么轻易的让这一次相聚化为了泡影。阿贵婶当时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兴奋的巅峰一下子跌入了失落的谷底。我有什么好难受的？工作重要吗？什么领导嘛，机票都买好，差评。行了。但即便如此，她在老姐妹面前还是选择给自己的儿子找借口开脱，维护着儿子的形象。可她眼中一闪而过的落寞，还是让人心疼不已。这就像现实中很多空巢老人的写照，他们渴望子女的陪伴，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比的珍贵。可是子女们因为工作、生活等各种原因，总是无法满足他们小小的愿望，让他们只能在孤独中默默的等待。阿贵婶平日里的强势，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一层保护色，用来掩盖内心深处对亲情的渴望和缺失的痛苦。因为儿子大洋的临时变卦，导致托付给凤仪的打扫工作又不需要凤仪帮忙了。阿贵婶只能跑去告知凤仪，让她别去了。凤仪本来就对阿贵婶的一些表现有些不满，而这一次的小院打扫工作，阿贵婶又没有详细的告知凤仪该怎么做，导致她白跑了2趟，这让凤仪的心里更加的不痛快了。而阿贵婶呢，还没有意识到凤仪情绪的变化，依旧大大咧咧的和她聊天，结果话赶话，2个人就吵了起来。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是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怎么会是添堵嘛？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的，用不着。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说完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阿贵婶在气头上口不择言地提及了凤仪坐牢的儿子谢强，这可戳到了凤仪的痛处，她心中积压已久的委屈和不满瞬间爆发。就这样，2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大吵了一架。谢小春急忙拉走了阿贵婶，而凤仪则是情绪崩溃，当场嚎啕大哭。事后，我们才从谢之遥的口中得知了事情背后的真相。凤仪的女儿阿云是因为采摘野菌菇失足坠崖身亡的。这些年，菌子一直是她的禁忌，村里人一直误以为阿云是因为采摘野樱桃出事的，没有人知道是因为摘菌子。凤仪个性要强，也没有向外人说出过真相，而阿贵婶不明就里的送她菌子，这无疑是在她伤口上撒盐。所以在收到菌子的时候，凤仪的脸色才会变得那么难堪。这里回收了之前编剧埋的小伏笔，本以为这场争吵会让两个人的关系就此疏远，可谁能想到，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风雨考验的。有一天，凤仪的丈夫昌叔在地里劳作的时候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凤仪得知了之后，火急火燎的从电商仓库跑了出去，而阿贵婶此时正好来到仓库，在得知消息之后，她二话不说，立刻开着自己的电三轮，风风火火的把凤仪送到了医院，完全忘记了两人之前的不愉快。看着凤仪见到了昌叔，自己便默默的离开了，深藏功与名。阿瑶，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你不进去看看？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嘛。哥，你看着哥，我走了。哎。在凤仪家的梅子采摘时节，阿贵婶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主动选择去帮忙。她开着电三轮，带着宝瓶婶来到梅园，给帮忙采摘的小伙伴们送饭。在果园里，阿贵婶想要和凤仪说说心里话，但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很显然是担心自己过于直爽的性格又容易说错话。于是想到了一个破冰的小计策，借口说一筐梅子太重了，他一个人抬不动，让凤仪主动加入到帮忙抬梅子的行动中。趁着边上没人，阿贵婶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包，塞给凤仪，说是给昌叔看病的。他一边塞红包，一边还不忘记提醒凤仪：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那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花那个钱你不心疼啊？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这番话打动了凤仪，凤仪转过头去，眼眶湿润了，她却故作轻松的掩饰说没有，有风。而阿贵婶接下来的这番话却在不经意间点了题，没有，有风。好，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让我来给你擦擦风。我看看，擦擦风。两个人坐在树下休息，互相吐露心声。阿贵婶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阿凤，我们都30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们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哪有什么坏心眼啊？凤仪听完阿贵婶的这些话，也放下了自己要强的个性，正面说出了自己的苦难。女儿10几了，就没了，就剩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找了一个工作，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他。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而阿贵婶心里其实也一直压抑着对儿女的抱怨。儿子大洋因为临时出差，取消了他们前往青岛的行程，而女儿小希也没有想着让自己先过去，等着哥哥大洋出差回来，一家人再团聚。这让阿贵婶心里很是窝火。子女们逢年过节发的红包根本不是她在乎的，阿贵婶真正在意的是亲情。看到凤仪喝的茶比较差，阿贵婶一把抢过来全部倒掉，把自己的好茶倒给了凤仪。这一刻，他们放下了所有的隔阂，彼此理解，相互安慰，解开了心结之后，阿贵婶和凤仪的关系又恢复如初。阿贵婶有空就会跑去电商仓库找凤仪，她担心凤仪因为省钱而不好好吃饭，还特意给她做了黄牛肉排骨。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
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他们俩的友情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只是生活中的琐碎和争吵，以及在困难时刻的不离不弃。他们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最普通的老姐妹，平时吵吵闹闹，关键时刻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给予对方最温暖的支持。这种真挚淳朴的友情，让人感受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朋友是经得起时间和风雨考验的。至此，阿贵婶的主线故事基本结束，接下来即将开启她的支线身份——鱼苗村情报中心主任。这一天，阿贵婶又跑到电商仓库找凤仪一起吃饭，她身上的情报中心主任特质逐渐显露出来。在饭桌上侃侃而谈，许红豆和谢之遥在一起吃米线的故事，仿佛是他亲眼所见一样。就他们之间的关系，阿贵婶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哪个不是过来人？他们两个那点小把戏，没戏，红鬼呀！到了晚上，阿贵婶就陪着凤仪去谢之遥家里打麻将。在麻将桌上，她开始八卦杂货店小琴的情感状态，聊着聊着又把矛头指向了谢之遥。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爱家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可是要介绍给阿瑶干。这下轮到谢之遥尴尬了，牌桌上的阿婶又开始撺掇谢阿奶说服谢之遥，结果谢阿奶放出了金句，让谢之遥无可奈何。阿贵婶借势又把话题丢给了许红豆。红豆啊，你觉得阿瑶怎么样？挺好的呀。我问你啊，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不是。怎么就不是了？而机智的许红豆则巧妙地化解了尴尬。随着剧情推进，有丰小院入住了新房客白曼君，许红豆租约到期，也即将离开鱼苗村了。这天，阿贵婶和宝平婶来到小院给许红豆送离别礼物，正好遇上了白曼君在做瑜伽。没见过这种阵势的两个人直接傻眼了。看到白曼君的腰身特别的细，阿贵婶当仁不让地说：“看你腰怎么了？我生大洋以前，我的腰也只有1.8尺，现在不行了，你的也不行了。”白曼君和他们打了招呼，阿贵婶主动进行了自我介绍。这一次，她还加入了许红豆给她的新称呼——房东太太。这个是宝平婶，我是阿贵婶。这个小院1/3的宅基地都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是房东太太。见到许红豆之后，阿贵婶和宝平婶一股脑把带来的东西全掏了出来，看着堆了整桌的当地特产，许红豆都有点不好意思收了。阿贵婶却大方地表示：“多带一点嘛，你的阿爸阿妈也能多吃一点时间噻。”之后，他们还把其他阿婶托他们带来的东西都送给了许红豆。许红豆受宠若惊，眼眶都有些红润了。这个时候，阿贵婶又补了一句特别煽情的话：“红豆，你走了吗？不要忘记我们，你一定要记着回来看我们才对嘛。”哎呀，红豆那么忙，哪有时间回来看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啊。视频啊，对。和新房客熟络之后，阿贵婶也时不时的来找他们玩。白曼君帮他按摩，阿贵婶也不吝啬自己的夸奖。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呀，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你怎么什么都会啊？这个时候，村官黄星星无精打采的回来了，和众人打了招呼之后，就直接上楼休息。胡有余看到了黄星星这几天的状态不对，还误以为村里出了什么大事。结果阿贵婶这个情报主任马上就跳了出来：“哎，不会咱村出事儿了吧？”“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胡有余才明白，原来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韶华书屋的项目还没落实，加上民宿的转租也不顺利，所以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太理想。享受完了白曼君的按摩，阿贵婶才开心的回家去了。许红豆回老家之后，阿贵婶凤仪还是会常常到谢之遥家里来陪阿奶打牌。这天在牌桌上正好遇见了许红豆给谢之遥打电话，一桌子人都竖起耳朵听着他们的通话内容。谢之遥打完电话，阿贵婶马上就嘲笑他，嘴巴都笑得合不拢了，明知故问的质问谢之遥对方是谁，还说谢之遥是假正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得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黏黏糊糊的。这叫藕断丝连。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你是假善金。许红豆回到老家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询了家里的综合意见，最终决定接手村里的民宿，又一次回到了鱼苗村。为了迎接许红豆的归来，谢之遥特意安排了一大桌菜给他接风。村里的阿婶们都来了，还没开席的时候，阿贵婶就把前几天白曼君给他按摩时学会的手法，让凤仪也享受了一下。许红豆来给他们倒酒，阿贵婶也热情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那很想你啊，终于回来了，欢迎在饭桌上聊起了谢之遥和许红豆的情感问题，阿贵婶嗅到了八卦的味道，立刻加入其中，还帮谢小夏乱点鸳鸯谱，一会儿说要把谢小夏安排给娜娜，一会儿又说楚楚的年纪和谢小夏非常合适，弄得谢小夏都不好意思。在家闲来无事的阿贵婶还会常常到电商仓库帮忙，虽然手上在做事，可是嘴上也没闲着。这一天，他又开始八卦谢小春的情感问题，说最近他的追求者阿辉表现得非常殷勤，还把阿辉家里的情况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关于谢小春和前夫罗全的关系，阿贵婶并不看好。作为谢小春的母亲，宝平婶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候，许红豆来仓库帮忙了，阿贵婶立马带头开始起哄：“我来帮忙，怎么你还嫌弃我碍事儿啊？”他还嫌弃你啊？他巴不得你来的，他高兴才来我们呢。人家过来帮忙，你们还打趣人家。这话一出，大家纷纷响应，凤仪也跟着煽风点火。聪明的许红豆马上就把话题又转到了谢小春那儿去了。关于谢小春和前夫的情感状况，大家各抒己见。聊着聊着，又扯到了新房客白曼君。阿贵婶则又一次展示了自己情报主任的能力。我看见那个小白跟胡有余混在一起，天天在酒吧里。小白看上他什么了？图他什么呢？不是胡老师啊，像这种有音乐才华的人啊，特招女孩喜欢，有魅力。有什么魅力啊？油嘴滑舌的。我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小白，大安心善大，管住嘴，别那么多事儿。在之前的剧情中，这些从阿贵婶口中传出的信息，都是为了他鱼苗村情报主任的人设做铺垫。除了村里的日常八卦，他还为韶华书屋的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店的总设计师看中了村里的老宅，但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使得项目的推进受阻。正当谢之遥和黄欣欣的讨论陷入一筹莫展时，黄欣欣产生了找村委会批地的想法。这句话恰巧被来给猫咪送零食的阿贵婶听到了。可是德清这个死鬼死要钱，人家都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干。这个事情还对，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批地最方便。对。哎呀，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是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我知道，我是来给佳慧送点心零食的。千万别说啊，贵婶。不说。这场戏的精妙之处在于阿贵婶加入对话的时机。由于他没有听到谢之遥和黄欣欣的完整对话，导致了断章取义的自我理解。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误会，让谢之遥瞬间想到了破局的办法。谢之遥在看到阿贵婶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惊讶的，眼神中还带着一丝疑惑。当黄欣欣想要否认时，谢之遥却立刻打断了他，反而认同了阿贵婶的观点。因为谢之遥非常清楚阿贵婶在村里的舆论枢纽地位，她的话比村委会的公告更容易引发连锁反应，这使得阿贵婶成为传递错误信息的最佳人选。黄欣欣的表情也从惊讶到恍然大悟，最后和谢之遥打起了配合。他作为项目执行人，听到谢之遥认同误会时的错愕是本能反应，但他迅速意识到谢之遥的意图，用谣言倒逼谈判。最后，黄欣欣特意交代阿贵婶不要外传，是为了强化阿贵婶的责任感，将她纳入信息同盟，避免其察觉到自己被利用。而阿贵婶确实没有辜负谢之遥和黄欣欣的期待，成功的把这个批地的假消息传递了出去，从而导致德清阿伯在租金的问题上做了让步，间接促成了书屋的项目。
阿贵婶的主动传播，本质上是在维护自身在村里的话语权。她在此前多次介入村民事务，此处批地的消息让她再次成为消息灵通人士，满足她被需要的心理需求。阿贵婶的消息比村委会的公告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为它代表熟人网络的可信度。这种人际信任高于制度信任的逻辑，是谢之遥策略奏效的关键。阿贵婶的误传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这种无心插柳的结果，既符合他热心肠的人设，也印证了谢之遥策略的有效性。阿贵婶的传播行为客观上帮助谢之遥突破了谈判僵局，但其主观动机仍是为村子好。这种动机与结果的错位，折射出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参与。阿贵婶和泽清阿伯最后还是找了合适的机会去青岛探望了子女。从青岛回来之后，阿贵婶特意到电商仓库给凤仪送青岛特产，满脸洋溢着喜悦的感情。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工作，阿贵婶还特意声明：我不耽误你们，我送完东西就走。接着他还和凤仪描述了去青岛的这趟旅程，虽然没去多长时间，但是作为情报主任的他已经把儿子小区周围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小区外边的菜场啦、大超市啦，我摸得清清楚楚。哎呦，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统统拿下。哎呦，阿贵婶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他就是爱打听。这就是鱼苗村情报主任的自我修养，走到哪儿消息就打探到哪儿。回到鱼苗村之后，阿贵婶又投入到了鱼苗村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去了。听说许红豆的民宿开始装修，阿贵婶也不忘记来工地探班，还把最近村子里听到的消息同步给了许红豆。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有？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里，让自己的对象，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许红豆听完这些谣言非常震惊，并且解释民宿也是因为没有人接手，自己才盘下来的。阿贵婶自然是知道这一切的，她很理解谢之遥之前经历过的一切，还劝慰许红豆不要放在心上。红豆，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嘛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确实过分，都说到人跟前去了。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哥对。之后，许红豆和谢之遥去北京办事儿，回到有丰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阿贵婶在小院里做饭，他们俩顺便蹭了一顿饭。谢之遥边吃还边夸奖阿贵婶的手艺，阿贵婶是嘴上嫌弃，心里其实很受用。那花人不都说了吗？你要是开餐馆啊，那隔层花都没生意啊。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因为这一天是胡有余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想请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阿贵婶听了慌张地表示自己可去不了那种地方，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下，阿贵婶最后还是被拉去了胡有余唱歌的酒吧，和几位阿婶一起感受了一下年轻人的夜生活。为了给胡有余捧场，几位阿婶特意穿了成套的民族服饰，算是非常隆重了。听着胡有余在舞台上唱歌，阿贵婶发表了自己对酒吧文化的不理解。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
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是听音乐会呢？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旧社会。酒吧里的东西都比较贵，看到谢小夏还在回工作微信，阿贵婶连忙提醒她过来吃东西，属实是有点可爱了。这个时候边上有其他客人找娜娜要微信，娜娜拿谢小夏当借口婉拒了对方的请求，谢小夏都有点害羞了。阿贵婶看到这一幕的反应，反而是开始起哄。我觉着夏夏啊，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娜娜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还小，不合适。女大三抱金砖，女大6头金斗，什么不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对不对？别说了好吗？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在八卦这一领域，阿贵婶果然是跑在最前线的人。随着胡有余一首歌曲结束，几位阿婶捧场的鼓起了掌，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就热闹了起来。1年之后，许红豆的民宿试营业，邀请有风小院的朋友们前来入住体验。胡有余和马爷顺道回到有风小院看看。此时的阿贵婶正好在院子里，看到2位故人，她十分开心。听到他们的工作非常顺利，阿贵婶也开心地笑了，还自豪地表示自己刚刚做过体检，身体状况特别好。阿贵婶这个角色在去有风的地方中，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剧情的推动和主题的深化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剧情的推动方面来说，阿贵婶和马爷的那番对话绝对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爷之前在创业上摔了大跟头，整个人一蹶不振，躲在有风小院里逃避现实。阿贵婶看在眼里，挤在心里，于是就有了那场直击心灵的对话。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浑浑噩噩的马爷，马爷也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决定再次创业。可以说，没有阿贵婶的开导，马爷可能还会在迷茫中徘徊很久，后续马爷创业的一系列剧情也就无法展开。而阿贵婶与凤仪之间的故事线也为剧情增添了不少波澜，他们的争吵和解展现出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和友情的珍贵，让剧情更加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在韶华书屋的项目上，它的误传不仅促成了这个项目，更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对现代商业逻辑的赋能，成为全剧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主题缩影。在主题深化上，阿贵婶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体现。他是空巢老人的典型代表，通过他和子女的故事，深刻地展现出空巢老人内心的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让观众关注到这一社会群体的情感需求，引发大家对亲情、家庭关系的思考。他和凤仪之间真挚的友情，又体现出乡村邻里情的淳朴与深厚。在这个快节奏、人情逐渐淡漠的时代，这种邻里情显得尤为珍贵，让观众感受到人性中温暖美好的一面，也深化了该剧关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羁绊的主题。阿贵婶对马爷的开导，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理，让观众明白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能放弃，要勇敢地去折腾，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与剧中年轻人在鱼苗村寻找自我、治愈心灵、重新出发的主题相契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整个剧集的主题内涵。阿贵婶这个去有风的地方里平凡的农村妇女，她的身上闪耀着不平凡的魅力。从最初的那个风风火火、有点强势又略带虚荣的形象，到我们逐渐走进她的内心，看到她作为空巢老人的孤独与无奈，再到她用自己的人生智慧去开导他人，以及和凤仪之间真挚淳朴的友情，阿贵婶的每一面都刻画得细腻入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爱的人物。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位长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经验给我们带来温暖与启示。他让我们明白，生活中即便充满了不如意，比如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对未来的迷茫，但我们依然要积极的面对，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和凤仪之间的友情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时间和争吵的考验，在困难时刻，朋友的支持是无比珍贵的。在这个充满喧嚣和浮躁的世界里，阿贵婶这样的平凡人物就像一股清泉，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真谛。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去有风的地方，去认识这位可爱又可敬的阿贵婶，相信她的故
故事也会像温暖我一样温暖着你们。好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可以看到这里，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和互动讨论。我是小黑，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灿什么灿？可是牛粪。福气，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好，晚上见，哎，好，晚上见。